汉光演习现在打什么首都保卫战啊？你们这台北市选出来了，我们放在这段讲，首都保卫战知道不知道？淡水河进来啦，从淡水河就杀进来，冲到总统府斩首，现在搞这个哦，是要保卫。所以呢，这他建军率就是看以前讲是建警率啦，所以要看到警察啊、小偷才不敢乱来啊。现在要建军率啊，大家看到了，军人来了，我们看到吗？哦，顾立雄也去试导哦。那我只是现在看到我就不知道在讲什么。大台北要进驻8组8组有什么用啊？台北那么大，你8组，对不对？80组、800组、8组爱国者飞弹，哦，所以已经要这样接近实战的状况了，哦，接近实战了，哦，然后呢，现在进入第6天，刚刚提到了北捷晚上运兵，刚刚看到晚上运兵，海军呢，哦，然后在这个南部进行布雷操演，哦。这个把地雷埋起来哦。那另外呢，5月宪兵出没台北市市区，哦，演练呢运用捷运线路进行城镇战。大家自己想哦，比如我们到过年的时候，他们都算捷运今天运量增加多少，有没有？好，有的什么过站不停，因为怕这个人太多了等等。如果都变成军人在这边，而且老共可能也会，你会用，老共也会用啊，已经打到这个捷运里面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大家去想想看啊。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演习呢？民进党也不笨啊，他知道大家会怕，为什么要做？老美叫他做的嘛。对，你要想这一点，不是民进党爱啦，是老美叫他做啊。老美就叫他做，老美觉得你守不住了嘛，你海空都守不住了嘛，他就登陆了嘛。那你每天都跟我们讲说他不会登陆，不会登陆，你也没有做这个演习，那万一登陆怎么办呢？所以老美的意思说，你根本守不住，在这种情况他就登陆了。那登陆后怎么办呢？你就守嘛，死守嘛，对吧？打到最后一兵一卒嘛，像朱先生讲的，那扫把都拿出来嘛，然后看看老美会不会来帮助你们。你拖嘛，看拖多久嘛，然后看老美最后能不能帮助你们。老美还不一定来啊，来多少你也不知道啊，但你自己先守你自己啊。所以呢，才搞这个什么要打城镇战哦，否则怎么会搞打城镇战？老美还派了400个人来观摩，所谓观摩是指导啦。说来指导你，所以那个参加训练的时候，好像在上英语课这样，因为他都讲英文嘛。哦，现在移防到地下去了，哦，为什么呢？说明想定飞弹满天飞了。这飞弹当然是老共的飞弹嘛。那我们只派了8组爱国者飞弹，8组，它满天飞飞弹，你8组去挡什么啊？以色列都挡不住。好吧，这个，所以呢，这个在南部布雷。2栖突击队执行海上戒护，所以赖清德到艇上哦去试导哦。那另外呢，这个肩射型的刺针飞弹哦，这个比较方便哦，机动性比较强，说是汉光的实兵演习的亮点哦。那现在叫做无剧本、不间断、连续演练哦。那另外呢，这个后备军人哦，说是最硬的教招。以前后备人教招去上课了，看看电影啊。告诉你怎么节育啊、避孕啊，大概就结束了。现在也不教这个，因为现在少子化哈。那另外呢，后备军人用空包弹，就是不是实弹了，来掩护射击哦。然后呢，被打到了怎么办？要自救，怎么救？我们看一下。周一凌晨1点半，已拉下了北捷铁卷门，配合开启，宪兵用最快速度朝山岛4捷运站内狂奔，前后左右要配合掩护，要运送手上的一箱箱弹药。冲下楼后，直接搭捷运。周一凌晨，台北捷运收班后，配合汉光41号操演第6天，加开班次供官兵快速机动。踏出车厢前要先警戒，而陆军3支部官兵也同步利用捷运轨道。共军会不会利用这些地下轨道，尝试突破进入台北市的中枢地？所以国军可能以后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地下孔道的封锁或者是阻塞。台湾等10年的装备终于现身，国防部长顾立雄前一天视察汉光陆战66旅，首次亮相对美采购的肩射型刺针防空飞弹。宪兵也是接装的其中一个部队，14号凌晨他们在街头演练，也首次带上这项装备，成为午夜中的最大亮点。
汉光第6天着重岛上作战，陆军后备2栋6旅模拟炮声，也操演反制敌人小纵队。看看地上都是训练用的空包弹，就是为了让训练更贴近真实。来，四宝兄，我现在这个文山区啊，文山区以前是号称我们是老旧市区了，3多了，3个多，一个是电线杆多，我移了很多电线杆，我的这个地下化过去10年地下化1000支以上哦。第二个浮木很多，浮木呢我移了大概一两万座，所以那个旁边的房子啊，原来1坪17万变70几万，他们很感谢我啊。这个是我政绩啊，结果这8成说我没有政绩，这个是很大政绩啊。第3个，我们的兵营多，所以文山3多就是兵营多，在我前阵子都是说想办法，就是说跟这个特别是其他的土地啊，就兵营呢没有必要了，也不要打仗，迁走，几乎都全部迁走了。好了，最近回来了。回来了，2个那个，赖委员好久不见了，我们回来了，偷偷摸摸回来了，好几个位数营呢回来了，他主要守住说这个是台北市的边缘嘛，边缘的地方会危险的。所以我们旁边的人紧张啊。他们木栅原来是台北县的，或者是并过来的。那我讲是景美区的哈，那里面突然在前几个月突然发现里面有一个油桶，所以这个油桶是放很久，可能会爆炸。以前的军营了，对，以前军营，就他没有移走，他没有移走，所以那个东西我花很多时间处理啊，是处理到说，变成停车场，暂时停车场，这样子勉强可以。原来那一块地啊，就军营那个地啊，大家觉得说可以做自洪池啊，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大家觉得说就是民间使用嘛。现在阿兵哥全部拿回来使用，又回来做军营啊。我们整个的宪兵营啊，这个总共要增加6个宪兵营哦，这个6个宪兵营，这个有几个是在其他地方呢？人数从5600到16000，很多。5600到16000，宪兵什么意思？宪兵就是卫戍嘛，就保卫台北市嘛，所以台北市变成是文山市一个很重要的重镇，我都没有想过啊！我在这里当民意代表当这么久，从来没有想过说文山区会是一个说老公会摸进来的地方，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一定想是淡水河嘛，对不对？那当然这个也许另外专家会讲说，这个本来就不是这个概念啦，它就是这里那里你都要嘛，你都要，所以宪兵营现在已经开始发包了，基本几千万的预算已经发包了出去了，开始在重新 rebuild， 重新做，就变这个样子，你就变成了那一幕啊。其实我们旁边经过的居民大家都很担心，就是问我赖委员会不会打仗啊？我说不会了，不会了，我安慰他们不会。他说阿喜安乐的凯西安那个内部被以前好不容易迁走了，又跑来了啊，当然大家会紧张啊。会紧张，为什么这个样子？那就是你刚刚所提到的嘛。就假设我们的海空守不住了，它已经进到台北市来了，那所以整个来讲，就整个它的要防卫首都的一些动作，通通要出来。不，你这安慰他们一下，就算进来了，你们至少还有兵保护你们了。其他有些区域根本没有兵啊，你们还有几万兵在那啊，还自强，你大安区怎样？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一定是首都保卫战啊！我就拿乌克兰战争来比喻嘛，哈，你看乌克兰战争啊，基辅离俄军的边界啊是300多公里哦。你看俄军登陆他要越过边界要打到基辅，要打300多公里，要打很久那防线就很激烈嘛，哈。抱歉啊，民进党执政这几年海峡中线先失守嘛，再来就是逼到24海里领海线嘛，现在连那个所谓什么艇长都可以直接冲到淡水内水了。你从24海里领海线然后进来，而且现在基本上共军如果真的是登陆要侵台的话，现在一个最标准的做法就是由演转战嘛，因为他现在演习基本上已经常态化了，他演习已经演习到台湾人民也不担心，然后民进党政府也没反应啊。请问哪一次演习，包括堵我们的所谓的4大港口的围台军演民进党也是没有反应啊，基本上就是做进关嘛。那在这种所谓由演转战的过程当中的话，当然是什么？当然就是首都保卫战所以因此，为什么你看这次汉光演习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就是城镇战了那为什么开始说宝哥说本来已经慢慢离开的那个文山区的一些军营那么要把它重新再重编回来，然后宪兵要去扩编。
宪兵扩编，我跟大家讲一件事：5000扩到1万，扩增2倍啊！大家不要忘了，宪兵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干嘛？抓逃兵啊，不能跑。对，不能跑。抓逃兵才宪兵最重要的功能啊！所以换言之，宪兵其实不是第一线作战部队啊，在后面。宪兵是后面维持军纪啊。你看，所以民进党逻辑其实坦白蛮有趣的，那就是跟年轻人讲，我准备让你们到前线作战，但他怕你到前线作战，万一你不愿意去作战怎么办？我后面就有宪兵嘛。所以宪兵扩增就是某种程度也是要督促所谓年轻人上战场准备备战嘛。但是我要说哈，这也是今天其实我觉得蛮遗憾的地方了哈。大家不用讲，10年前马英九国民党执政的时候，真的大家回头去想一下，你在路上如果是做个民调问人家说，两岸会不会发生战争哈？人家觉得你脑袋有问题，他不是回答会不会，所以你怎么会做两岸会不会发生战争民调？你会看10年前是没有这个民调的。因为这民调是个笑话，两岸怎么可能发生战争？双方交流成平，然后互动，然后互惠互融嘛。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会想象两岸会发生战争？现在抱歉啊，现在我们所有的指标都是开始在做两岸战争的准备嘛。两岸战争似乎在现在看起来，已经不是所谓的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啊。现在就大家看什么时候会发生问题。那加上我们现在这位领导者，你也发现也是信心满满，他觉得今天你只要跟两岸开战必胜的那种信心的时候，很多东西两岸之间已经是完全没有任何对话，渐渐没有对话的可能性，甚至你要消弭冲突的管道也全部不在的时候，那一旦打仗，第一个我就讲嘛，我们的台北一登陆就是台北啦，上来就是台北啦。我觉得赖清德说他的头脑坏掉，他会以为两边打仗我们会赢。那除非脑筋真的坏了，我相信脑筋没坏到这个地步。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赖清德去看灾了哈，然后呢，就灾民就大概有各种需求嘛，希望国军来帮忙，因为大家以前就想说。真的，这个灾情严重就是国军嘛，对不对？甚至连离岛那个有生病啊送，有可能没办法都要拜托国军来送嘛，那怎么办呢？那结果呢，这个赖清德赖总统就说不能都靠国军，那不能靠国军靠什么呢？现在因为被人家骂了，所以你就没有同理心啦，那现在赶快说要替代役来救灾了，派替代。那这个替代役是警察替代役，什么意思呢？就警察、警官、警专这些毕业生，因为警察也要服兵役是国民的义务嘛，他也去服兵役，只是到城里受个替代役的训练，就算是服过了那么把这些人赶快他们去救灾也好了总是人力嘛，尤其是年轻力壮是好了但是像以前国军都可以那萧美琴也到嘉义捐款说希望青年返乡协助清理家园那另外呢，这个灾民当时灾民有求助嘛，是不是能够因为农村大概现在2种人一种就是这个老的，因为年轻人都到都市去谋生活了；另外一种是青农返乡，有，但是老的还是不少留在乡下了那就是说，你是不是我们家园也不行然后室内也是洪水进去啦，家具什么可能要整理啦，屋顶也破啦等等那赖清德就说不能什么都靠国军。现在在汉光演习汉光演习不能够转变科目演习随时可以变的演习下一个指令就这样做。我们现在风灾来了，我们去救灾，这也是演习的内容，怎么不行？22000个后备军人不能去帮忙演习就怎样，非要打共匪不可，对不对？那这天灾来了，共匪还没有那么紧急天灾这立刻在眼前这不能变通。对不对？如果我是赖清德，立刻就转移，把演习刚好人力在转到这个嘉义、台南、高屏地区去救灾，这就是演习嘛。那以前不是吴思怀他们也都是去什么演习去救人吗？怎么不行呢？以前可以，什么现在不行呢？那这个，所以呢，这个就被人家这个很多的画面在这边呢，我就不细讲了那。蒋万安就说救灾不是去教训灾民那另外呢，这个黄伟哲也到七股西寮去会勘，
受灾户也陈情了哈，那说呢，我们难道连问问题的资格都没有吗？哦，那黄伟哲就说，总统不是给你们电了吗？在民说啊，总统走以后要更不电啊。哦，我也不懂为什么总统在的时候有电，那是怎样用紧急发电还是怎样？哦，另外呢，我们看这边哈，灾害防救法第35条，直辖市、县市政府及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无法因应就灾害处理时，得申请国军支援。但发生重大灾难时，国军应主动协助灾害防护，这是法律呢。要不然就是地方首长请国军来支援，要不然国军发觉后主动要去救啊，军爱民，民敬军呐，哦，那所以呢，卢秀燕也去骂赖清德说，那你现在还搞什么大罢免？哦，力气应该花在救灾嘛。他们台中已经都派人去救灾了，那你为什么不能够派人去呢？哦，你爱台南，说一套做一套。哦，那你民进党的公职员呢？青鸟，你们青鸟车也不是很厉害吗？青鸟都飞出来了，现在飞到南部去啊，南下去救灾啊。哦，那这个又去爬屋顶，一个摔下来摔死了，有一个80几岁的哦，所以呢就变成说被笑说何不食肉糜了啊！你赖清德听得懂听不懂人话，对不对？那你大罢免你扯什么？不过反正南部也没有什么罢免的嘛，没有啊。那有的话一定很惨，那没有台南罢谁也没有人可罢哦，所以呢赖清德呢这勘灾的这个荒谬言论呢，说灾民的心都已经被伤透了哈。那譬如说灾民说哦就管了，我们刚背哈，那赖清德说啊你自己背啊，哦，所以这是他的始终区耶，哦，那另外呢赖清德有说国军不能够进入民宅不能进入民宅，那是讲说城镇战国军不能进入民宅，因为怕引起对方觉得你军人在里面就打你。那就说总统府说你们的误会，我没有这个哦，那就还发了一个全文哦。那居民说我的手机不通，因为手机也蛮重要，现在联络哦。那这个他们就找了那个什么署长来，消防署长说我是会通哦。民众说啊不啊，你也通，我没通啊。哦，我们没水没电啊，没网络都没啊。哦，那署长说啊，中华电信也通了。啊，民众就说啊，中华电信远传都不通啊，台科大不通啊。哦，等等啊，那年纪大的或者没办法联络啊。哦，然后呢，这个他们就说呢，会通。那灾民就说，那是不是请那个临时派一个临时的那个行动基地台来？哦，赖清德说什么没有用是吧？这跟行动基地台无关。怎么无关呢？很多演唱会的时候，网络塞都派行动基地台，怎么会无关呢？哈，所以赖清德自己不懂，他自己从来没有缺过这些事情，因为大家都伺候他好好的，从立委啊、台南市长啊、行政院长啊、副总统啊、总统，他不会缺啊，对不对？但是居民没有啊，哦，那而且就是不能够进到房里面去，这更是奇怪。以前都可以，那怎么现在不行呢？哦，而且呢，这个总统府说你们是恶意报道。对国军不公平，网络就说我们哪有讲国军，我们讲你呢？然后对国军不公平，我们有骂国军吗？没有啊！哦，你是不是转移焦点了？转移的太厉害了哦。那厉害呢？吴宗宪是说，这个国军不能进入这个民宅，他说没有违法，他们去查哪有哦？根本这法律上从来也没有因此进入民宅被处分啊，被办理没有啊？哦，所以呢？这个他就说，像以前哦，这个蔡英文坐云豹甲车吧，哦，当时他就笑哈，现在哦怎么办哈？那实际上呢，赖清德自己做台南市长、做行政都有叫国军去帮忙，都有动用国军。我们看一下。你跟我讲说，扛起就好啊。无啦。就问一个扛起啊，深水炸弹的，啊，唔就顶死人。那一天总统来，也有人跟我说，你放心啦，人总统什么都会做啦，你免去讲遐济啦。我连问问题的资格都没有吗？丹纳斯台风重创南台湾，但总统赖清德先前南下勘灾时，面对灾民诉苦的这段自己爬的回应，就被网友痛批灾区多半是老人，要怎么爬？让派了大批人马南下帮忙救灾的台中省卢秀燕气得开炮。到今天台南还没复电，你的经济部长有在那边进驻吗？
总统讲话跳啦，没有总统，没有复电，你看网路就知道各部会同仁在干嘛呢？那你的所有党工在干嘛？你所有公职人员在干嘛呢？大家无所事事，搞鸟事，搞罢免。至今台南仍有地方停电，不少民众发文求援，生活大受影响。卢秀燕痛批赖总统连本命区都不顾，更要蓝军冯清淼就问要不要先去救灾，别搞罢免，因为这才是真正的爱台湾。我告诉你，我台中的队伍现在还都没回来，已经去了1个礼拜。就驻扎在那个地方，路上只要看到那个在那啰啰嗦大罢免的，你就那个民进党就问他说：“赖总统现在这么难堪，被灾民唱声啊，然后呢，那你们都不去救灾，怎么叫爱台湾？”国军正忙于演习，可以组织替代役进行救灾，而内政部也预计14号开始派人力前往支援。那佳宇。我觉得赖清德总统一定是比任何人都关心台南的灾情跟灾民，所以才会2度都到台南去，而且亲自的去面对灾民们的问题，还有所有的这些他能够提供的资源跟协助。可是你可以看到最近这些网络或者是媒体特别的这种断章取义或者是带风向，实在是太明显。就拿刚刚所说的这些什么国军能不能进入民宅等问题，刚刚就是这个询问赖清德总统是一个七股的这个西兴宫的主委，他自己也跑出来说，过去他跟赖医师很熟，所以他就直接把他的问题提出来。那赖清德其实前后文，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话，他是告诉大家说，过去有一些国军进入民宅一些不愉快的经验等等等。那国军也是第一时间就进入了七股的这个灾区，在协助救灾。只是针对进入民宅这件事情，我相信在法令上或其他部分，行政机关能够协助的，包括地方政府或灾防指挥中心。认为有必要一定会进去，只是说被这样截取一段，让大家觉得说啊，是不是不通情理？甚至你说国军救灾不能只靠国军，这个前后文赖清德总统他是说啊，救灾不能只靠国军，这不是长久之计哦，我们还是要地方政府还有社会韧性要一并加强，也是强调说民间力量协助防灾救灾的重要性。所以这一切的头尾，如果你都把它去掉，只剩一句话，那当然会引起网络上很多的不同的声音或者是反弹，那就对赖清德总统也非常的不公平。刚刚讲到手机讯号，同样也是啊，赖清德总统是询问说，那现场大家的手机讯号怎么样？那发现说有用中华电信或是郭国文委员他手机讯号是有通的，所以他就直接说，他的是有通，但是其他没有通的，我们请消防署长赶快来加强讯号等等。所以这全部的过程，赖清德总统都努力的想要去解决，很可惜这一片的用心良苦被这些网络媒体刻意的去扭曲，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非常的恶劣。好吧，我们看哈，这吴宗，你好辛苦啊。吴宗宪委员讲哈，2013年，当时赖清德当台南市长，这台南市政府灾害应变网赖市长裁示事项如下：清理家园不分你我，协助合作服务市民，请国军派兵力协助清理工作。换句话说，这清理什么家园呢？那家园有分什么内外啊？家园就是家园啊，这是他当市长的时候。2018年他当行政院长了，当时823这个水灾，他感谢国军弟兄全力投入各项救灾工作，协助灾民清理淤泥及整理家园，处理家禽家畜死亡后的紧急清理及消毒各项罪。所以他当市长跟行政长，他也肯定啊、鼓励啊、要求国军能够去帮忙嘛。那现在当总统市长，当然他因为可能现在有一个汉光演习，他怕分掉老美会生气。分掉哪有重要？我们美国有去哪搞过还是演习比较重要。但是你现在救灾，国军去救灾本来就是国军的任务之一，本来就可以做这个事情嘛，哪有什么不行？哪有什么以前讲到那什么戒严时期说可能有军人到民宅发生一些纠纷，就扯这东西嘛，扯得太远了吧？继续再回来。